好，接下来看到是大陆的晶片大跃进哦，川普的封锁政策完全破功了。我们今天也会另外来关心到是有关于大陆的电力哦，是否称霸全球呢？因为大陆现在要发展 AI。好，赶快来看到是中美的科技大战。现在在说这个2026会不会是一个最后的决胜点呢？最新有几个指标，我们今天要带观众朋友来看到大陆在晶片发展上的指标是提前达阵的3个方面。今天会来看到是大陆的第一个晶片崛起，第二个是它的 GPU 跟它的 AI 布局，最后是在它的算力 AI 发展跟它的电力方面都有非常达标、提前达阵的一个迹象。好，先来看在晶片方面，2025年底的时候，这个时候做了一个实质的计算，大陆的半导体设备的国产化已经超过了55%，比原定计划的还要超前5%。其他的国产设备也有非常好的一个成绩，不管是科时机的国产化，或者是清洗设备等等哦。再来就是最重要的是它的7奈米晶片，比原先规划2026年的第2季还要提早了，是在2025年前的年底就已经正式的达标了。再来，它的晶片的市占率，国产化晶片市占率从2024年只有25%，已经到去年的35%了，大幅提升了10%左右。AI 发展方面，2027年也要达成这种关键技术的安全与可靠的一个整体供应。好，所以节目一开始特别请教杨老师怎么看了？先是这个晶片国产的设备化已经超过50%了，2026会不会就是中美晶片大决胜的一个关键年？其实2026会是一个关键。那因为整个这几年来，中国大陆的就是技术自立自主哈，不只是在先进制程已经推进到7奈米，那特别你看到它是在设备、然后材料以及成熟制程的这个市占，其实都往前推进。而且它当初是有一步步的这个规划的。那因为中国大陆自己本身就是全世界半导体最大的消费地啊，因为大部分的这些需要用到半导体的这些车子啊、家电啊、白色家电都在中国大陆制造嘛，所以就量而言，它是绝大部分的消费所在，而大部分就比例而言是成熟这个制程的。成熟制程现在它已经来到35%，其实在去年年底2025年年底的时候呢，国际上的推估大概到了2030年，中国大陆就会超过50%以上。如果看到这个速度的话，其实大概不用等到2030年，也就1半以上的这个成熟制程、消费电子产品所需要用的这个芯片，都是大陆自己做到，而且它所使用到的材料、设备、装备，那你看到像是去年3月跟10月2次在上海到深圳的电子展当中，光讲一个厂商就叫新凯莱，对，它就在各个你看到像是这个就是刻蚀机稍微我们叫曝光机了哈，慢一点，其他的像是薄膜沉积啊或者清洗设备啦，这些东西都已经推出来。那只不过是说呢，在适应到成熟制程的时候，大概已经完全可以替代。可是到了先进制程，这还是一个关卡，是没有错。特别要提醒的，就是今天现在这个时间，1月9号在美国拉斯维加斯的这个 CES， 就全世界最重要的消费电子展，基本上联想、机器人各个品牌，中国大陆的品牌又回去了。你会看到整个英文跟中文的这个报道上面，大概除了美国的 NVIDIA， 因为黄仁勋亲自出席之外，其实整个的焦点、媒体的焦点都在一些最新的机器人设备以及 NVIDIA 所就是联想所提出来 AI 装置还有相关的这些项目上面。所以在消费电子、在成熟制程上面，中国大陆其实已经是快速的赶上，甚至要主导。但是呢，美国怎么样能够在就是先进的 AI 以及先进制程上继续守得住，那就是看下一个阶段中国大陆的发展了。好，这个是有关于在晶片产业上面的发展提前达阵。那我们刚刚特别提到第2个提前达阵的，还有它的 GPU 跟它的 AI 发展。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最新的数据，也就是去年一整年做了一个统计。CG 上面看到大陆的 GPU 市场，华为呢在2025年是拿下了102
亿美元的40%市占，正式的超越。虽然辉达也是40%的市占，但是它的金额稍微低一点点，是101亿美元。那么，但是呢，到了2026就会预估会有一个大翻转了。现在说华为预估占比会是50%，也就是从原本的40%上升到50%。辉达会落到第4名，接下来市占甚至可能只有8%。中间卡关的第2、3名包括了 AMD 跟韩5G，所以等于辉达的市占率从它在中国那时候的高峰95%，一口气不断的下滑，所以呢，难怪这个黄仁勋要一直跟川普喊话说，赶快开放不管是 H200、Blackwell 或者是 Rubin 晶片给大陆吧。另外，这些新秀的厂商4家也快速的崛起，成为大陆的 AI 战力的生力军。不管是这个木犀或者是必任等等，我们画面上看到的还有这个天数智新等等，也都快速的崛起，也难怪黄仁勋会非常的担忧。委员怎么看？我觉得川普自己不知道该怎么办，这才是问题所在。为什么？美国人在打这一场晶片科技战，第一个战略目标是希望中国无法生产高端智慧型手机，所以限制高端智慧型晶片可以卖到中国大陆，或者中国大陆自己设计的高端智慧手机晶片，台积电不准帮他加工，他以为这样就卡住了，因为高端手机智慧晶片必须要在10奈米以下，结果没想到华为突破了，那怎么办呢？好，这哑口无言。接下来想想那还有什么高端的 AI 晶片？那高端的 AI 晶片，不帮你做，你做不出来了吧？那你即使设计的出来，你这个也没有。那目前的确事实的，这个华为也好，海思设计或其他的什么韩5G啊，这些 AI 晶片，逐渐的。跟美国有一点的距离，结果没想到一看，它虽然晶片不如你，但是系统凑一凑，竟然还不输你太多。因为跟手机不一样，手机基本上靠晶片为主，但是 AI 是靠系统为主。我这里稍微插一点别的地方来补足一点，用软体来补足啦，用通信系统来补足，但通信系统偏偏是华为的强项，所以华为的升腾晶片的确是不如辉达的晶片。但是整体系统起来，差不了太多，那你说在川普怎么办？然后辉达就很急了，你帮我不帮我卖，他是越做越好，那我这不是白搭了吗？那所以川普要管制也不是，不管制也不是，然后中国的晶片产业他们想到一招，那我不让你做晶片制造设备总可以吧？那现在来了，刚才你讲得很对啊，我跟他解释一下晶片制造程序哈，晶片制造是。晶片线进去，第一道清洗那第2道薄膜沉积，简单讲，在上面贴一层，以后要做光刻用的，叫薄膜沉积，然后再清洗，因为薄膜会有很多清洗，那清洗完了以后开始光刻，刻完了以后再清洗，那这是第1层，因为它有好几层的电线，然后清洗完了以后再薄膜沉积，然后再清洗再光刻，这是好几道程序去把它叠出来的。那好，那你总该不会做这么高端清洗设备吧？对不起，做出来了。那你总不会做这么高端的薄膜沉积设备吧？对不起，做出来了。你现在做不出光刻机吧？好像快要做出来了。所以川普真的不晓得该怎么办。管制这个也不对，不管制你管制你失去市场，你不管制。可是他又迎头赶上，他该怎么办？他真的不晓得该怎么办。好，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担心的不只是川普，不只是黄仁勋，其实担心的还有这个美国的科技业大咖，包括了马斯克等人哦。我们来看到马斯克，他特别讲说，未来在发展 AI 上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就是有关于算力。那算力的关键又是来自于电力，尤其现在马斯克很担心大陆在这个电力上面的发展，他认为展现了巨大的优势，他甚至预估，也就是2026今年大陆的电力发电量会是美国的3倍。但我们也来看到说，大陆到底怎么来做这个电力，用的就是他做的这个方法，叫做西电东送，让这些西部的丰沛的绿电可以送到东部去，支撑东部的 AI 运算。现在规模已经达到了4.2亿千瓦，绿能占比高达30%。那另外一方面也会做东数西算，也就是说，在东边的这些城市呢的海量数据，它会传到西部的这些土地丰富的地方来做运算跟储存。AI 大战，张景老师怎么看？我想大家要知道，这个马斯克讲的是对，
但也不完全对，因为电力是建立这个就是人工智能这个产业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你所需要的相关的包含晶片在内的电子元件的各种的硬体，以及各种的演算法、程式、网络科技、通信科技，还有未来如何做市场管理。因为中国大陆的目前人工智能直接对着这个消费者算是相当成功，但是对于产业那些整个就是安排的市场秩序，那还有努力的空间。但在这边我们要提醒一个，很多人都诟病大陆这个资讯封闭，有一个这个资讯长城。那为什么这个就从来没有挡过这儿？所以中国大陆也是有我们大家都知道，中国大陆人人会翻墙。